我叫林晶，我穿越了，带着一个餐厅系统，从一辆3轮车到一座餐厅，再到连同2座城，中华餐厅成了末日里最后的希望。但我没想到，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泡菜种类先开发这么多吧，再多点都能开泡菜国的国宴了。正好有时间去找些花种吧，餐厅周边的景观还能再丰富一点。去东边那片森林转转。织梦罗网埃戈兰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品种，名字还挺梦幻的，不知道开出来什么样。加上之前收到的铁线莲、凌霄、风车茉莉、金银花，应该够新鲜一阵了。回去让聪聪配合肥料试弄好，该养护的养护，该催熟催熟。过2天中华餐厅的景观就能再换个样子。官方教的用手敲什么编码，学不明白，还不如喊着省劲儿呢。现在可以喊，等作战或者进了矿里可不能喊啊，容易有危险。什么险了？危险，容易有危险。算了，赶紧把这车运过去吧。原来挖矿的不只有官方的人，怪不得最近兑换箱里的矿石变多了。异能者组织和官方居然合作了。我刚才去餐厅那边的时候，听说早上少校看教程直升官不爽，把人打飞了。为啥呀？不知道啊，可能是觉得他太谄媚了吧。艾德格上校很谄媚吗？我记得挺聪明的，说话八面玲珑，是个人精。乔伊斯少校也挺和善的啊。没有肉怎么也这么香啊？老板做啥不好吃？我昨天尝了烤虫子，老板连虫子做的都好吃。你听说了没？有人在来餐厅的路上看见教程的执行官被浓雾里的变异怪顶飞了。伊维格长官当时也在，幸好他觉醒了异能，拯救教程执行官于水火之中啊！怎么回事？这已经是我听到的第3个版本了。刚刚还听了一个埃德一家被伊维格逼出了飞行异能的版本。不行，我可太好奇了，等交付大订单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就算雾进入到海里，也应该融合进海水中，都是水，就跟雨水落进大海里一样，不应该在海水中还保持雾的形态。这些雾根本就不是水分子构成的，不受环境条件影响，侵入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角落。还在不断窃取我的直合币和兽合币，最好别让我找到罪魁祸首。今天就到这儿吧，正好餐厅的营业时间也要结束了。老板，2位大订单客人来啦！好，终于可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听说艾德家长官早上出了点小状况啊，这事儿林老板您都知道了？您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的异能比较特殊，有点厉害。哦，那这似乎跟我听说的不太一样。有人说您是被乔伊斯长官教训了，有的说是您不甘落后于伊乌格长官，一怒之下觉醒了飞行能力，还有被伊乌格长官救了和被变异生物打飞了的版本。啊？谁说的？血口喷人！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当时是教程需要撤离的人数、时间，就是这样。子城这边可以吗？问题不大，我会着手安排。艾德加上校是昨晚觉醒的吧？觉醒了什么异能？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别吧，你别说话，让子城2位长官体验一下。乔伊斯少校，民众志愿军中有人觉醒了先知。怎么样？看到了什么？第一次发动异能还不熟练，看向了中华餐厅的方向，看到了伊夫格上校用异能拍飞了另一位长官。做心理准备，我的异能有些特殊。这就是我的异能无序，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所有异能都会随机变化、错位、扭曲，包括我自己的，谁也控制不了。如果3大城的行动队实力远超我们，我的无序就是最大的变数和底牌。少校，你在听吗？在听。先知看到的画面是真的，但回头再说。您这也控制不了异能发动后的效果吧？我控制不了，别人也控制不了。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届时优势未必是优势，劣势也未必是弱势。两位长官，该为传送门的开启做准备了。林老板，您可是明白人啊，可别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无序，这个能力名字倒是挺有意思。我记得之前看过的系统答疑邮报，有关于直连界域和间连界域的解释。大部分系统任务都是在完成时才以隐藏任务的形式跳出来，像是在防着什么。如果系统和世界规则互冲，那为什么系统让我去找神秘食材，还将之改造成有助于这个异世界人类的食物？相互排斥的两种力量可以做到这样的改造吗？所有翠字相关的物品都是这个世界的灾变带来的，而系统把这些变成了食材，提高了客人的增益。系统和灾变像是同类原意识，但两者就像是有序和无序。系统明码标价，规则明确，连来餐厅的客人也得排队付钱，不能打架。灾变不一样，混乱无序，掠夺一切，不分敌我。因为一个无序的异能，想了这么多，还都是没什么根据的猜测。恭喜您已获得日常奖励2000积分。把机器人们充电，店面维护的积分扣掉，再补充店内的一次性耗材。前3条任务的完成板上钉钉，接下来就只需要关注挑战任务了。看等会儿终极传送门打开，这个进度条会不会往上猛涨一截吧？彩彩，把店门关了，我要出去一趟。保证完成任务。晚饭、夜宵和零食都有了，齐活儿。还不确定会遇到什么样的食材，万一跟地底下那次一样，需要存起车子攀爬到达什么地方的话，还是穿得利落一点，方便行动。4轮车现在有3种模式：常规模式、潜水模式和挖掘模式。投射器加远了射程，增加了弹道，应该够用了，应该没什么要准备的了。出发！所有行动队成员注意，再次测试耳机功能。各小队确认队内通讯正常，确认手腕处已盖章，已携带2支不同颜色信号弹、指南针、头灯和防护面罩，枪支弹药足数。进入传送门后，每10分钟爆点。此次任务危险程度不明，一旦受伤，立刻返回传送门内。林老板您好，我们按照您说的方位对比了一下，传送的位置可能是从前的联盟4区3城。这是3城的地图，希望对您有帮助。好的，多谢。还是本土客人们对这个异世界的位置信息更了解，有个地图也挺好的，开车也能有个参考。出发。曾经的人类文明堡垒，现在只剩骨架了。这里的伟人已经有完整的人形了，他这像是读取不到我的面容，不知道该变成什么样子似的，眼睛、鼻子、嘴都在变化，又像是不确定一样卡了 bug。赶紧消失吧！开了这么半天，第3种神秘食材完全没看到，碧翠原晶倒是补充了不少。这些 S 级原晶不但没有像低阶晶石那样暗淡，甚至比之前要更亮一点。唉，找不到神秘食材，就当是来给碧翠原晶进货了吧。1队爆点，2号正常，3号正常，4号正常，5号正常，6号正常，7号正常，8号正常。以前出任务也没觉得这么压抑，难道是因为这里是人类防线以外？报告，8号出现异常。奇怪，部长应该会很快回复才对。不对劲，不对劲！7号是女性，身高大概在1.75米左右，可前面这个人怎么和我一样高？是 S 级伟人变异生物，居然还会模仿人的面貌五官，简直和我一模一样。伟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潜入了队伍，取代了7号的位置的？或者应该说，我跟着这个伟人走了多久了？不好，不能放这种东西离开。8号，立刻说明无故停下的原因。8号，陈正清，心脏请回答。全体注意，8号失联，所有人员保持警戒。8号，
立刻说明无故停下的原因。报告，8号在500米外地下20米处。3号，立刻向其他小队同步情况，所有小队自查队内成员。继续追踪，1队全体解救8号。锋刃无法瞬间杀死对方，但重组的过程也极其消耗伟人。那条长尾只学了形，像看过什么才能做出相应动作的样子。莫里，让所有队伍撤退，立刻！少校，有2名队员还不知所踪，先撤回来，这是命令。所有小队立刻收队，朝传送门方向撤退。乔伊斯少校的能力是一级，相信乔伊斯少校的能力，立即撤退。收到。他们像是要阻止我们离开，再集合。士兵受伤，需要救助，承受已经到极限了。1队、2队到了。这些 S 级变异生物化完皮之后啊，跑得还没原来快呢，追起来简直太容易了。地下怎么会有白色的名字啊？白色人名的不是客人吗？什么情况啊？客人在地下收集食材呢？这俩名字的移动速度好像是一样的哎，而且看方向像是奔着同一个点去的。不是吧？这哪是客人们在收集食材啊？是食材在收集客人们啊！居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动中华餐厅的客人，看我不把你的碧翠原精碾成粉！这点加速，看不起谁呢？好，果然在抓我的客人。还好还有气儿，先上车吧。还有另外一个客人要救呢，条件有限，先将就一下吧。奇怪，所有的 S 级都在画皮装人，唯独这个变异军丝怪是个例外。第1位客人伤成那样了，S 级怪弄死他简直轻而易举，可客人还能剩一口气。S 级怪不对，应该是雾想要活人，所以有客人的地方就一定有 S 级食材喽。正愁周围这一片的 S 级食材都收完了呢。哇，这感觉怎么跟打窝似的？我说怎么觉得周围的 S 级越来越少？队长，6点钟、4点钟、9点钟方向新增6只 S 级。报告部长，4队防线顶不住了，3队防线主力受重创，请求增援。部长，3队7号调队，6队2号调队，8号调队。长官，是不是太草率了？在不知道门后是什么的时候，就让莫里他们通过了终极传送门。我们没有选择，3大城污染程度更高。如果不抓紧搞清楚终极传送门后面有什么，3大城的人到了怎么应付？精体用完了，离传送门还有多远？将近1公里。部长，这些 S 级好像在加快速度。离传送门只剩1公里，伟人突然加速，这是要进行最后一波强力攻击了。各小队，确认防线完整，死命令！莫里少尉，别做傻事，危机的危险程度在快速降低。降低？往北边撤，这些伟人的目标不是我们，他们身后有辆车。 2队前锋向北转移，转换队形，侧锋小队跟随移动，保护好伤员。1队、3队殿后，各位撑住，后方有我们的无敌增援。明白。我帮1队拖一下时间，走，再坚持一下。
是失踪了的6号和8号。这么多 S 级变异怪扎堆，一路收割也太爽了！滴滴滴滴，车厢容量不足，车厢容量不足。当初在教程外头追那只变异 S 追得多费劲，现在这么多 S 级食材近在眼前，装不下也太痛苦了吧！要是储物箱能一个套一个，空间可就大了，可惜了，不让卡罢了。唉，食材扔是不可能扔的，先装进箱子放在这里，开车回去一趟，再回来拿。应该是这个，标记一下，方便一会儿回来取。51块碧翠原晶，这下可不缺碧翠原晶了，赶紧回餐厅磨上。牦牛、桂花，不行，这个必须得创了。正好腾出来了几个空箱子的位置，简直就是为牦牛肉准备的嘛。刚才好像还撞到了什么东西，车速快，没太看清。不应该啊，按理说一只 A 级变异生物的食材不至于溢出破。从蜂蜜的量来看，肯定不是 A 级了，至少得 S 级才有这么多。果然，52块碧翠原晶了。不对啊，刚才除了紫红色的变异生物名字，可没有看到什么红色的名字。等一下，好像是有个灰黑色的名字，不过好像不是个变异生物的名字啊，隐约记得好像是个人名来的。奇怪，洞悉目镜里显示着名字，怎么又变成白色了？我记得这个异世界的白色名字都是客人吧？我敢肯定。刚才没有在洞悉目镜里看见白色名字，就算车速再快，也不至于连颜色都分不清。那只能说明，刚才这位客人在被白光撞到的时候是暗黑色的名字，且非常可能就是方才看到的那个巨大蜂巢。碧退原晶，车厢中多出来的蜂蜜等物，再加上眼前的白色名字，难道这是碧退原晶粉末能对之起作用的迷失者？迷失者身上的变异怪部分可以被白光消灭，也就是说，成为迷失者以后，人类就基本算是变异怪了。真是讽刺啊 ！S 级怪们一个个收起丑陋的外形装人，而高等级的人类异能者们反而会迷失，迷失后比变异生物还像怪物。我记得卡珊达拉是保留了异能变回正常人的，而这个人的异能似乎消失了。想要再次觉醒，提升到 S 级，怕是也得从中华餐厅买烤土豆喽。既然收下了这位瓦兰的碧绿原晶，那顺手也把人给带回去吧。只不过后面车厢里确实是没位置了。暂时绑在车厢上吧，多捆2圈，应该不会掉。走喽。莫里少尉，掉队的成员似乎都在刚才撤离的地面下方。金司令，让歌宇他们跟我走一趟。部长，你这伤刚包扎好，移动又白包了。都是皮外伤，找掉队的盾友要紧。现在的攻击异能者只有我还有还手之力了。别墨迹了，把你晶体给我匀一半，有多余的防护符没？别分了，晶体你全拿走吧。我还能走动，我也去。抓紧时间，掉队队员的状态也都不好。这应该是某个 S 级变异生物的身体，应该是林老板干掉了这个东西。还把申正清他们帮我们送回来了。少校，掉队队员7人已全部找到，全都活着。所以这些伟人一开始就不是冲着杀人来的，他们是为了得到活着的人类。部长，林老板的白光在靠近。林老板有什么需求，全力配合。是。部长，林老板什么也没说，匆匆丢下一个人就开着车回传送门了。什么？人？是谁？不是子城的人，卡珊德拉少尉说，也不是教城的人。但看上去是官方的军人，军方，而且他的状态有点奇怪，不是异变者，但没什么被催进寝室的痕迹。先回屋把衣服换回来吧。今天应该是打野效率最大的一次。餐厅结束营业不久进的传送门。3个多小时，食材拉了2趟。伟人看上去跟人类差不多大，但生成的食材明显和 S 级变异生物的体型差不多。按现在的碧翠原晶存量，再来10个教程或许都供应得上。兑换后只剩下了物潮来临前正常兑换的30%左右。物潮胃口越来越大了，餐厅的损失越来越多。S 级明显和其他级别待遇不一样。
S 级像在借助物潮抽取周围的生命力，碧翠原晶可比之前要亮了好多。还好食材都没缩水，除了跟紫城周围一样的食材，终极传送门内还有很多这边没有的。之前没见过的牦牛肉和紫城少见的兔肉都储备了不少。哪个厨师能忍住不做点新菜？是时候推出兔肉菜品了。福福，过来开录制。OK， 腌10分钟后用红薯淀粉裹浆，再倒适量大豆油封住水分。第二种用姜片、葱段、料酒和少量盐与花椒粉腌制。兔肉脂肪含量低，肉质纤维细腻紧密，不太容易入味，得用工序让风味渗透进去。兔肉腥味也得用调料中和。福福，分别计时。收到。2个兔肉腌制期间，把配菜准备好，顺便再做个快炒的吧。青辣椒选这个和2荆条味道类似的，红辣椒选小尖椒。温度差不多了。这一步为了锁住鲜嫩的水分，炒出香味，再放过油的兔丁。尖椒兔出锅。一入口就是青花椒的麻，辣椒的辣，兔肉外壳焦香，内里嫩滑。这道菜吃的就是锅气。先吃2口，再做下一道菜吧。这次打野的过程太顺利了，有客人们当先锋队，得来完全不费功夫，简直就像这道尖椒兔一样完美吗？老板，第1种兔肉腌好了。还挺快，还没吃2口尖椒兔呢。把姜、蒜、八角和桂皮炒香后，就可以把兔肉回锅了。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焖煮。老板，第2种兔肉腌好了。这个步骤最费事了，至少要翻炒15分钟。再加点糖和芝麻提鲜增香。冷吃兔出锅，大火收一下汁就可以出锅了。红烧兔块也完成了。跟尖椒兔是完全不同的味道，兔肉酥嫩入味，一抿就脱骨，汤汁咸鲜微辣，太适合拌饭了。炸透的兔块干香，咀嚼中麻和辣层层递进。不过现在麻辣浮在表面，等温度降下来，味道会柔和，兔肉更入味。冷吃兔要冷却，凉透了才好吃。好的，老板，已记录。有点困了，再来一道创意菜，就上楼睡觉吧。穿刺型齿洞，应该是变异生物异化后的尖齿把它的左侧小腿穿透了。从伤口来看，其臼齿像是锯齿刀片，咬合力惊人，像是变异奶油根或者兔怪。包围我们的 S 级变异生物中就有这2种。对，能恢复吗？以前还真不好说，但现在有了中华餐厅，加上愈合、再生、无痛之类的异能，只要你们能把人活着带到这儿，我们就能救回来。质地和味道都像是打发的奶油，这种食材简直像是为了糕点而生。山药煮熟捣碎后有粘性，刚好适合中和化开的奶油根，再加上板栗泥。按中华餐厅的客人规模，起码得100-200个起匹，定制的就太贵了。食品级硅胶最好脱模。这个底部直径4.5厘米，高度6厘米的花形模具看着还不错，先来个发财字样的试试效果吧。再买几台大型料理机，把蒸熟的山药和奶油根分别放进料理机，打成细腻的泥状。板栗泥不用太细，带点颗粒最好。哇哦，是我和发发。这2个字组合在一起，是能多多赚钱的意思。哇哦！甜度不高，刚入口是山药泥的清甜，嚼一嚼是板栗泥的深厚粉糯，最后是奶油根，顺滑奶香十足。奶油根再化掉，可以加一步冷藏，低温能让水分分布更均匀，风味融合得更好，3种味道会更和谐一点。创新还挺成功的。之后需要奶油的菜，也可以用奶油根代替。每种药状的40个模具，共200个，还需要板栗脱壳机、搅拌机、商用冷藏柜、蒸锅和成型罐装压模机，再把所有机器的自动填充、自动出货升级上，从头至尾完全自动化，舒服。成品出来应该是明天了。
明天早上尝尝冷藏后的山药奶油跟板栗糕。不行，真的该睡了。果然，终极传送门让进度涨了一截。睡觉睡觉。他的肤色怎么是这个颜色？是某种新的侵蚀方式吗？这位病人完全没有被侵蚀的迹象。病人到达医疗室后，皮肤回暖，又为了驱寒温暖的食物，此刻皮肤上呈现的紫红色是冻伤的表现。这些 S 级伟人们的学习能力如此之强，而且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的目的是活捉人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说不定还想借此机会混进人类编程。不过子城和教程可没有白光，该做的措施还要做。子城扩大了巡查范围，教程这边最好也有相应的防护措施。终极污染区内的 S 级数量远超我们想象，这次的确是有些冒进了。我们远远低估了终极污染区的情况，不必自责。之后要应付3大城行动队，这种环境战士们必须要适应。确实，升到 S 级不是终点，还要有和等级匹配的作战能力才行。可以在传送门近点划定范围，送异变者们进去训练。等我回教城后，和江明讨论一下怎么配合训练，估计得和民众撤离同步推进。没几天了，他呢？什么情况？他手掌、指关节和虎口处的老茧厚实坚硬，是常年握枪的痕迹。肌群也跟普通人不同，是训练、战斗过的痕迹，应该是军人。不过编程守城官里没有这个人，他很可能是3大城的军人，而且他没有异能，也没有被淬气弩山，之前很有可能是迷失者，是林老板把他恢复成了人类的样子。江明，去看看。变异生物来了，不准后退，只能前进。奇怪，3大城行动队 S 级的异能者看起来并不多，是怎么跟 S 级的变异生物受潮拉扯如此之久的？再往前看看。我刚才进入他的记忆时间有点久，他应该会昏睡好一阵。明白。怎么样？各位长官，我们移为会议室谈。好。他的确是3大城的军人，是在一场守卫防线的战斗中迷失的，也确实是被林老板变成人类的。那看来吃逼退元金粉烤土豆可以让迷失者带着异能恢复，被林老板净化的话，异化和异能都会消失。我还在他的记忆里看到了一支实力明显超过 A 级的行动队，贝斯凯恩元帅叫他们引路者，但遗憾的是，关于引路者的信息似乎都被人为切割过，只有几个零星的片段，无法判断引路者究竟是谁。3大城没有中餐厅，怎么可能有 S 级异能者？贝斯凯恩元帅，3大城不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1年前的视讯会议中，还见到了贝斯凯恩元帅。就算凯安托瓦特少校在先知的画面中只说朗基努斯中将在和行动队争执，现在想想，这一点本身就存疑。确实，无论如何，也不该轮到朗加努斯中将，除非这个所谓的引路者引发了什么大变状，让凯恩家族的长官们都失去了继承资格。我记得人类异能者上线是朗加去中将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可能发现人类有上线后，中将就牵头开始了针对人类的基因改造？终极传送门内 S 级变异生物掳走的异能者都没死，如果到达 S 级后会被异化意识掌控，那掳走人类就是灾变源头，他需要人类。教母怪是不接纳人类还是不能接纳人类？如果是前者，他没必要掳走我们的异能者。3大城往返特亚斯境州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特亚斯降州是高级污染区，3大城频繁往返，会不会是为了基因改造？中将发现上线和 S 级引路者出现都是5年前。各位，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如果是教母怪发现以前不能接纳的人类成了引路者，那他会不会学习？所以安托瓦尔特想让我们阻止最坏的情况，而3大城内那位匿名传讯的先知知道引路者的真相，才不让我们靠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教母怪拥有学习能力，那我们的一切反击手段都会成为他学习的样本。这只是猜测，不一定成立。
两位先知现在什么情况？文尼头围会异能，昏了快20个小时才醒。我给他送了碧贴精粉烤土豆，提升等级。百丽今天升到了地级，她看到的画面都是她潜意识里关心的地方。百丽对3大城一无所知，所以看不到那边。文尼是官方的人，更适合预言3大城。也好，文尼负责预知3大城，百丽预知边城，相互搭配，正好顾周全。明白，事关人类危亡，我会好好引导文尼。果然，终极传送门让进度涨了一截。昨天新得的杏、李子、桃子、樱桃还没弄呢，这么多新水果，除了糖葫芦和果汁，也能做别的零嘴了。哇，这是联盟中区那边才有的郁金香吧？我记得是3区还是4区的特色来着，好像还是区花，真漂亮啊！这是织梦罗网，妈妈小时候有种说法，说是在房檐上有这个，孩子就不会做噩梦了。好香啊，有新品。尖椒兔丁、冷吃兔丁、红烧兔块，是兔肉哎，我还没吃过兔肉呢。我以前倒是吃过，家里自己打猎打到的野兔肉，烤着吃的，我记得肉质很紧实，餐厅做的一定更好吃，买一份尝尝。这是发财，就是多多赚钱的意思，其他几个是幸运、福气、健康和长寿。我要买一个长寿给我爷爷尝尝。林老板出新品了。这些酱菜不仅能降低霉菌类环境引发的中毒概率，提高寒冷环境下的耐力，还能减缓由脱水导致的体力衰减速度。角头也是好久都没吃到了。叮，恭喜您已完成隐藏任务，和官方做生意的达到了15万，奖励您1次抽奖机会。叮，恭喜您已完成隐藏成就，进入官方视野并深入人心，请继续扩大电官方影响力吧，奖励1次精选卡池抽奖机会。叮，恭喜您已完成隐藏成就，跟官方之间交易额超过150万，获得了狠狠捞官方羊毛称号，奖励1次精选卡池抽奖机会。叮，恭喜您已完成隐藏成就，餐厅在内售菜品超过150道，获得了行走的菜谱称号，奖励1次精选卡池抽奖机会。食物数量我心里大概有数，主店里的各种炒菜等当然不用说，每一道都能单独算为一道菜，但像串串这种，如果每种串都能算一道菜，菜品应该早就超过150了。如果要是所有的串串、烤串、糖葫芦之类的只算一种，菜品应该还没达到150。原来如此，拥有独特增益属性的，或者增益属性和其他菜品不同的，就能算是一道菜。等等，150道菜品，我记得第一次抽到福福时，一共能记录100道菜来着。福福，别哪天做完菜了才发现机器人没录上。还好没超，很多菜品都是全自动化的，不用厨师机器人过手，也不用他们记录，只要把机器人之间的双向共享菜谱关掉，100道菜的容量够用了。本来是怕某个门店爆单，但从目前来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还是留个预备方案吧，把福福的菜谱上限升到500道，厨师长储存所有菜单，真有需要人手的时候再暂时共享就可以了。抽奖次数也有了，等我沐浴熏香搞抽奖。长官，这些是民众留在墓园里的，什么情况？昨晚就有民众往中塔这边放，被值守的守城官拦下了。今天早上墓园巡查清扫发现的这些，应该是民众放的。值守的人还能记得是谁送的吗？昨晚来墓地的民众实在不少，营城阵亡军人和蓝城集体墓碑前，很难核实是谁放的。那就收下吧，入库登记清楚，让墓园巡逻组以后多注意，减少这种事。是。队长啊！霍尔，我在这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雾太浓了，看错了。队长啊！我真求你了，能别这样吗？我还没死呢，你们怎么来了？记挂着你们出任务，一大早过来问情况，遇上了莫里部长，他说可以来看你。已经好多了，吃了不少菜，恢复速度快得很，我现在都能坐起来。别逞强，终极传送门里这么危险，你进去之前可都 S 级了。能力越强，遇到的对手也会越强。看到你这情况，我就安心多了。昨晚起夜的人正好撞见不少血淋淋的异变者被抬回来，我们吓了一跳。都知道了，从城外回中塔本来就要经过居住区，很多人都看见了。明白，队长。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我们不能停滞不前。时间差不多了，我和霍尔去集合了。队长，保证完成任务。真不好意思。没事儿，末日这么多年，还能有这样的赤诚乐观，也挺好。此城的迁入计划稳步进行，
根据教城民众名单和子城目前的空屋数量、大小及位置分配，我们正在建新的房屋。算上今天，离教城民众撤离就剩2天了。1次普通抽奖机会，3次精选卡普抽奖机会，先随便抽一下普通抽奖吧，试试今天的手气。叮叮，恭喜您获得载具飞行功能升级包，是否现在升级载具飞行功能？飞行功能，系统居然给了这么好的奖励，那当然要升级。我拥有潜水模式、挖掘模式和飞行模式全地形的越野4轮车了。从最开始的人力3轮车，到电动3轮车，再到越野3轮车、全地形越野4轮车，刚穿越到这个世界的小滩3轮车，如今已经是不容显效的强力载具了。把3次精选抽奖也抽了。叮，恭喜您获得全自动服务机器人乘1。叮，恭喜您获得全自动厨师机器人乘1。嘿，这系统就是知道我想要什么吧？演都不演了，直接往我脸前送啊！合着之前的新春鞭炮是为了控制爆率吧？行了，先去车库看了看载具的飞行模式。叮，检测到载具所处空间受限，飞行模式无法开启。车库不算小了吧？这个飞行模式得有多大？不行，更好奇了，这飞行模式到底是啥样的？这是普通抽奖抽到的升级包，这飞行模式也太酷了吧！真想立刻开着上天飞一圈。不行不行，桂花等新食材都还没做，刚才又抽到了新的机器人，新门店的扩建还得花心思搞一搞。回餐厅做菜吧。哎，那扇传送门是通往哪儿的？怎么戒备等级这么高？应该是个不太安全的地方。你没听说，昨晚上好像有人看见官方抬回来不少血淋淋的战士。你的意思是，从这扇新开的传送门里来的？你看嘛，教城都来人了，这里头危险应该不小。报告乔丽少校，一切就绪。出发。走吧。你这状况真的行？都恢复1晚上了，剩下的打着打着就恢复了。你不也受伤了？行，牛，出发。先烘干一下桂花，再买一台干料研磨机，然后是磨出主料干粉来。干桂花和主料干粉有了，该考虑一下自动化生产了。把磨好的糯米粉和粘米粉、白砂糖和烘干的干桂花填充进和面搅拌机里，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搅拌，直到粉呈现潮湿的沙粒状。合格了，保留一下这个设置，把自动填充、自动出货功能都升级了，剩下的就简单了。买一批蒸米糕用的模具，再买点油脂。就这个自动化，爽！林老板出新品了，桂花蒸米糕。食用后3小时内积极情绪提升15%，食用后1小时内产生安神效果，才6成币。这粉处理到位了，蒸出来的米糕糯韧合适，刚咬下去能尝到干净的甜味和温和的米香，细嚼还能品到独属于桂花的香味。蒸出来的菱角入口清甜，质地紧实，咀嚼起来面面的；煮出来的菱角味道柔和一些，质地软糯，吃起来完全不干。林老板又出新品了，是菱角桂花银耳羹，旁边还出了蒸菱角和水煮菱角。不愧是林老板，这糖葫芦可真好吃。樱桃还是取过核的。龙溪队长说了，你一天只能吃1串糖葫芦。这个给你吃，每种咬一口，算下来确实只吃了1串，没错啊。这个也给你吃，我这还是克制了呢，梨的糖葫芦我还没买呢，明天再吃。好好吃。桃子这种水果谁研究的呢？直接吃好吃，打成果汁好喝，做成糖葫芦也好吃，还有脆和软2种口感，各种叶衍生品也都好吃。宁宁，来录新菜品了。执行官大人，您昨晚上直接通宵了，
今天又一堆事儿，就睡2个小时没问题吗？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要出发去中华餐厅了，抓紧处理一下堆积的事情吧。进。长官，纳尔森总长孕育的东西成熟了。执行官大人，纳尔森总长的身体数据一切正常，恢复到了蹲下根部前的数据。现在感觉怎么样？像是重新活过来了。当那种不断被汲取的感觉消失时，我就明白地里的东西成熟了。伊夫格，你先看看成熟的是个什么东西。原来成熟后的铁黑脉长这个样子。卞熙在哪里？叫他过来。是。卞熙这段时间都在接触子城内新觉醒的异能，这次应该能对比出更多异能的痕迹，也许能有更多发现。林老板把我送回来的，我是怎么被放下来的？从林老板的车上吗？我也待在林老板的白光里了。我当时什么样子？是不失礼？不算失礼吧？不是，这是重点吗？那就好，那就好。可恶，当时我怎么就昏迷了？林老板真是牛啊！我都被捆成那样了，还能发现我？我们暗星还是第一批去中华餐厅的异能者呢，我骄傲了吗？底料这就炒好了，再加了1勺骨汤煮沸。接下来就等土豆粉煮透了，桂花蒸糕、菱角桂花银耳羹、蒸菱角、煮菱角，新口味的糖葫芦和果汁，还有冰糖雪梨羹和砂锅土豆粉啊！今天着实上了不少新品啊！好啦，出锅。宁宁，可以关掉录制了。好的，老板。爽滑柔韧，汤汁浓郁，骨汤透进粉里，微辣带酸，滚烫入味，好吃好吃。纷纷去看看冰糖雪梨羹好了没有？好了，帮我拿一份。清甜沁人心脾，梨肉一碾就化，好喝。老板，2位大订单客人来了，他们说有事情想要向您请教。麻烦您了，林老板，我们想知道箱子里的东西什么名字。等等，怎么会这样？他刚才不是这样的。名字是西西弗斯，还是西西弗斯吗？上校，箱子里的东西似乎跟你描述的不太一样啊。带到中华餐厅前，他的确不是这样的。林老板，您见过类似的状况吗？倒是和我昨天晚上带回来的新客人有些相似，只不过那位新客人被我接上车后，名字变成了白色。林老板，那您看我们名字是什么颜色的？白色。或许您当初第一次来教城时，有没有看到教城内部和下方也有暗黑色的名字？应该有，但没有看清，被大批白色的名字挡住了。那暗黑色名字是否代表迷失者，就是过度使用异能导致失控被异化的人类？这就不清楚了。2位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可以支付订单费用了。走了走了，我的土豆粉和冰糖雪梨还等着我呢。所以，从3大城开始下发种子开始，我们吃的所有黑饼都是西西弗斯少将。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上校反应这么迟钝，我还以为你没事呢。你这不会是熬夜熬的吧？都跟你说了，少开点会。少说些没用的。这怎么是没用的？遇到心里难过去的坎儿，就得嘻嘻哈哈一点。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就看你怎么想。那埃德加上校你怎么想？在知道我们真的靠着同胞的血肉活到现在后，你要这么算的话，不止西西弗斯少将，我们身上背着的人命还不够多吗？人类防线是怎么守到现在的？我们守住了多少人，又牺牲了多少人？中华餐厅出现前，我们就有异变者了。这些异变者的诞生，代表多少吞下晶体的人没能睁开眼睛？10年前，联盟在册民众共28亿余人，到今天，子城和教城2个边城加起来，总人数能到8000吗？上校，有些事要真较真起来，负罪感早就压死人了。灾变10年，这么多条人命，这么多场危机和困局，你真的能算清自己欠了多少条人命吗？上校，你之前带铁黑莓过来，进了白宫之后，应该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吧？否则你应该之前就说过了。的确，3大城的种子种出来的铁黑莓，
包括需要回收的根部，在带到中华餐厅后都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三大城下发的铁黑莓进了白光不会变化？你们紫城自己孕育出来的铁黑莓会有变化的？西西弗斯作为铁黑麦，从中央下发时是灾变初期，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成为迷失者吧？你是说，正常异变者身体的一部分进入白光不会发生变化？餐厅周围的白光净化掉的，一定是变异生物，但对人类是没有改变的。两位长官还真是敏锐啊！丁，恭喜您已获得日常奖励2000积分。官方购买碧脆烤土豆的数量上来了，进度条猛涨，物潮结束前完成，没什么大问题。昨天在终极污染区没见到新颜色的变异生物，神秘食材3也没有头绪，什么情况会让客人人数下降？昨天在终极传送门里，那些厉害的异变者差点被 S 级食材收走，难道是2个编程没有他们，抗风险能力会降低？封后原来是用在这里的。检查食材的时候就发现了，物品栏多了个封后。之前的蜂巢蜂群变异怪不少，可没见过封后。难道只有 S 级食材才会掉落的？目前只有1个封后，但以后肯定还能遇到其他 S 级蜂巢。首个养蜂房周围暂时不种东西，先出点普通蜂蜜试试看。对了，我的新车能飞了，蜂后还不容易哦。中华餐厅以后的蜂蜜也能自给自足了，这还等什么呢？开着长翅膀的新车打野去了。更全面的体会了紫城目前新觉醒的大批异能后，对比了箱子里的东西与紫城之前封存的成熟铁黑麦。三大城下发的铁黑麦多了固化、净化、伪装、无害、无痛、剥离、塑形、调和、干燥、容器等一系列异能的处理。不奇怪嘛，编程越来越少，但配发的解毒针剂反而减少了。不过解毒针剂是净化异能产物，那净化都去哪儿了？你的意思是，就算铁黑麦的源头是迷失者的血肉，但有一群异能者用他们的异能净化、无害、固化、塑形、调和，把血肉变成了铁黑麦。上次铁黑麦的种子下发是什么时候？6月中旬。如果推理成立，那就证明至少6月时三大城内仍然存在人类，能被白光承认的人类。餐厅不会让人类异能消失。你上次拿过来的黑铁麦没有变成一滩血肉，总之就是可以啊，我们还真从毫无头绪的线索里分析出有用的东西来了。那引路者，在不确定引路者究竟是什么前，不要预设立场，杜绝一切共情。懂？直到确定引路者是否真的属于人类。至少2个月前，三大城内依旧存在人类异变者，三大城很有可能还未彻底沦为异化意识的殖民地，还有同胞需要北城的救援。那是林老板，林老板飞走了。爽，自己开飞机和坐飞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翻滚是什么？哇吼，这也太爽了！不行，没受过专业训练，这样密集的翻滚还是刚吃完饭，有点恶心。不玩了，不玩了，好好打野吧。飞行的越高越觉得高空中的物潮跟地面的凝滞感不同，似乎流动起来了，活性更高些。食人花不能当食材，也不太适合观赏，但值得不收白不收。A 级怪，空中变异生物还是直接飞着创比较爽。变异生物种类那么多，怎么偏有一部分往有碍棺木的方向长？直接对成合璧吧，这东西的兽核放在后备箱我都嫌弃。不到4成，这是被浓雾吸干了。咦，不是这些变异生物融合的，怎么越来越恶心了？实在是受不了了，去看看是只有紫城高空这样，还是别的地方也这样。海洋生物能吃的比较多，应该不会像紫城变异生物那样恶心吧？什么世道，水母都能在空中称王了。4成多，还是比地面上少。再往上飞飞看，有点像海底深处黑暗区域的觅食手段。可惜引来的不是猎物，而是厨师。越高的位置被吸走的能量越多，怪不得高空变异生物比低空少。
海平面上空有一座岛，去看看。这么强都没到 S 级，如果一直往上飞，能看到什么？说干就干！有系统的加持，就是像是不会死的全新模拟游戏，直接莽就行。物潮在这个高度流动得更快，有点像气态的团流。这是什么东西？洞悉眼镜里也没有任何名字。再靠近点试试。离这层膜越近，车外的温度也越来越低了。没见过的东西，说不定是神秘食材3。什么情况？就像是离开了一个灰绿色的培养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等等，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丁，恭喜您，您已获得隐藏成就，获得横冲直撞了的探险加持抽奖机会。被注视感更强烈了。不对，这股无形视线的目标不是我，是车周的白光。整颗星球上方就像笼罩着一层灰绿色的雾层，半生魔把星球上的一切生物、生命力、能量都锁了进去。即便异变者会飞，高空的雾潮也会更快吸走能量，而且飞到这种高度也需要科技手段。灾变10年的剩余人类还保有这样的科技吗？这颗星球上客人们的处境，或许比我之前想的还要更艰难。不是神秘食材3，这个成就只说明冲出了能找到食材的区域，发现了某道边界。系统同类源意识把整颗星球当餐桌了，包括人类也是它可进食的食材。这些能量流的终点可能就是高级污染区3大城。始作俑者到底是什么形态？为什么弄出来这么多高级污染区？真想把车直接开过去，但4轮车速度有限，开过去起码半个月20天。抛开餐厅经营不说，还得准备食物和水，不如等高级传送门开放了。时间不早了，先回去吧，这儿又没有食材。又有被注视的感觉了，跟被动反应似的。中华餐厅那么大个，都已经在半生魔里这么久了，他就从来没发现过。怎么又过度使用了？让你悠着点，悠着点。看见什么没？长官，我看到了3大城，有人带着防具，拿着一份扣着紧急字样的文件走出房间，大步在走廊里穿行。我能力不够，看不清晰，只能看清零星的字句，上面写着 X 活性提高，来源不明的刺激，苏醒提前的字样。来人，带先知回去休息。干得不错，放心休息，等醒了再看别的。西翁城本就是中央研究中心，灾变后保留了最多人才和设备。这些年研究出来的不是新生儿，难道是引路者？3大城的确在研究酵母怪，引路者一定跟酵母怪有关。来源不明的刺激，超出3大城掌控范围的未知的刺激源，3大城至今都无法了解的，不就是林老板和中华餐厅吗？酵母怪降临带来淬气，整颗星球被侵蚀发酵。乌巢是为了把生物变成它能抽取能量的状态，能量足够多，酵母怪就会苏醒。那为什么会有刺激酵母怪提前苏醒的因素？3大城对酵母怪造成了什么影响？引路者的数量肯定不会太多，跟变异生物数量比少得可怜。酵母怪究竟能从人类身上获得什么？就算没搞明白这点，但3大城的行动对酵母怪的苏醒一定有正面作用，而中华餐厅一定与之相反。处于积蓄能量准备苏醒的酵母怪，提前苏醒有2种可能，一种是提前获得了足够的能量，另一种有可能是感受到了威胁。林老板今晚开着那个古怪金属大鸟飞出去了，不管他做了什么，应该对酵母怪来说很糟糕。来个人，连夜往子城送。是，长官。空中打野还不如去终极传送门划算，去终极传送门一次食材还得拉2趟才能全装回来。高空中的变异生物不仅少，能量也被吸走了大半。算了，至少发现了个乱码的半生魔，还完成了个隐藏成就，也算是意外之喜吧。子城周围的变异生物已经基本被薅干净了，以后还是去终极传送门里打野吧。把隐藏成就的精选卡池抽奖机会用了吧。丁，恭喜您获得全自动厨师机器人成1。
现在手里正好有了2个新的服务机器人和2个新的厨师机器人。今天看到的那个半生魔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整个世界都变得看不清晰，是从雾潮来临才开始的。那雾潮来临前，这层半生魔存在吗？如果存在，这层半生魔横在这颗星球和太阳之间，人类抬头总能发现不对劲吧？或者说，那时候还没有半生魔。一些生物是即将孵化的时候才会产生魔，例如蝌蚪，在发育完成后，就会被包裹在一层由胶质物质和特殊分体物形成的膜中，在破膜而出后就变换了样子。如果晚上见到的这层半生膜跟蝌蚪胚胎的这种孵化膜很类似呢？是不是就代表那个跟系统相似的同类原意识要孵化了？不想了，睡觉去，好好休息，明天起来大干一场。现在时间：灾变10年8月6日早7点30分，现向教城民众进行一则重要通知：明早7点30分，所有民众将在官方受城官带领下向子城转移，子城内已准备好居所，请在今天收拾好所有行李物品，具体安排另行通知。羊肉泡馍出锅。今天早上的通知你们听到了吗？咱子城这边自从有了中华餐厅，其他边城的人都要过来了哎。那是，教城一来，咱们子城就成了边城的中心地了，还是子城最强啊！林老板又开新店了，还能自己掰馍？是的，手工掰出来的魔力边缘不规则，更容易入味。自己亲手掰出来的魔力送进后厨，也是客人们和厨师共同完成菜品的过程。那我的那份我自己掰馍吧。好的，客人，我这就为您取手掰馍去。太好吃了，太幸福了！怎么每天都有好吃的？我也要一份牛肉。老板出新菜了，我要水盆羊肉。好的，已为您下单。肉烂汤清，完全没有羊膻味。浸满汤汁的烙饼，入味且韧。哎呀妈呀，真香！泡馍都做出来了，灵魂搭配糖蒜可不能少。林老板，昨天您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儿？还真有，昨天晚上我开着飞车去了蓝城的上空。事情就是这样，两位长官还有什么要问的吗？目前没有了，林老板，多谢你能告诉我们这些。两位长官都是聪明人，灾变世界的一切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比我了解到的信息更全面。我没想通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吧。恭喜您已获得日常奖励2000积分，完成度还不错。今天晚上再去收点碧翠晶石和碧翠元晶吧。主线任务进度怎么偷偷涨了1小节？因为半生魔的发现，还是因为我在半生魔上撕开2个破口？最近确实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息，那就让客人们多赚点儿，中华餐厅也多赚点儿。客人们赶紧抢起来，让绿雾怪干着急去吧。鲜，太鲜了，不枉我昨天追了半宿。新鲜的鲅鱼肉掺肥膘和花椒水，混上韭菜末，一口咬下去是滑的，软嫩多汁，鲜味瞬间在口腔里荡开了。饺子汤没什么增益，但原汤化原食嘛，再放一块宣传板吧，写上饺子相关的习俗和寓意。在原来世界，饺子承载着团圆、祝福的意义。异世界的客人们没有这种文化共情，但吃着吃着就变成习惯了，就像门外的中式景观，客人们也从惊奇慢慢过渡到适应了。林老板又开新店了，这
这个字念什么？饺子，好新奇的名字。昨天有泡馍，今天有饺子，老板其实是食神吧？你们看，这上面说饺子吃完就能不动耳朵了，还说是象征了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呢。林老板的食物果然都好神奇啊！教城那些人往新建的石房子里搬了，我后面那户是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孩子那小身板背着一大筐东西，看见我还瑟缩了一下。教城人确实胆小，话也不多。听说他们以前完全不能出城，怪不得一个个瘦得发绿，像水鬼一样。你这什么比喻啊？也别这么说，教城同胞来了，能帮就帮一把，以后大家就都是子城人了。也是，子城周围再有受潮，城里人也多了，到时候都抄着家伙出去干，多人手就是多兵力啊。我们给教城人一点惊喜吧。报告长官，教城民众已经全部离开。中午子城传来消息说已顺利进入，没有意外。剩下的就是子城的安置工作了，得抓紧时间在教城周围布置战场了。各位教城民众下午好，我是子城执行官伊福格。首先，讲解一下子城的钟声通知细则和信号颜色细则。从今天开始，每晚7至8点，子城中心广场会有1个小时的屏蔽时间，就如你们现在感受的这样。屏蔽期间，所有民众可以在此交易物品，需遵守诚实、公平的原则。这2个人要做什么？这可是在城内。这是食物。欢迎新朋友，送你们1盒饺子当见面礼。中华餐厅的板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总之就算是乔迁礼物吧。这可怎么好？我都没有准备见面礼，我的钱只够买烤土豆，明天只能送些烤土豆去了。我不是被变异生物吞噬了吗？这是什么情况？好像有一道金光，金光出现后，那些异化能量突然消失，所有属于人的部分重组，不属于人的部分被剔除。然后呢？这里明显不是城内的医疗舱，空中的灰绿色淡雾是什么东西？当时战况人类已经落在下风了，我为什么能被救回来？看大脑检测频率就感觉你快醒了，刚好我领完医用食物，蒸苹果还没凉，趁温乎赶紧吃了。苹果？哪里能有这来的？看来还有些表达性失雅。这是中华餐厅的蒸苹果，食用可以缓解身体疲惫感，提高积极情绪。我是子城官方医疗组的，放心，食物肯定没问题。被变异生物吞掉之后，怎么会来到边城？这太诡异了。原来是梦啊！蒸苹果居然这么好吃，绵糯的果泥携着暖意侵入口腔，简直比新鲜苹果还好吃。你好，我是子城执行官伊福格，我们于人类防线外接到你，将你带回子城。请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不对，这个梦是不是太详细了？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不是我在做梦，这位子城执剑官在说梦话吗？不过蒸苹果是我亲口吃的，异能也确实没了。无痛愈合。什么年子日？现在病人应该是问现在是哪年哪月哪日。灾变10年8月7日晚上7点50分。年10了在线。禁令开南，异能者由你们治，为什么？恕君城管。你是在问，为什么子城会有异能者？君书城不管吗？禁令没有解开，但第2次灾变前后，边城向3大城的求援均未得到回复。不过，中华餐厅是人类的转机，借助食物，人类可以提高觉醒概率。边城正在集结力量，找机会救援3大城内的幸存者。在下教城执行官，这位是元营城副执行官，现在3城执行官都在了，热烈庆祝来自3大城的军人苏醒。在都边城，积聚了。那城南来，问问弟弟，我想。你想当我弟弟，这不太合适吧？我是我们家最小的，我比较喜欢当老小。蓝城，你想知道蓝城是否在这里？你弟弟叫什么？他
哈特尔。不只是塔特尔，基普林上校曾是军校的实训教官，安托瓦尔特少校是我的学长，布朗上尉跟我同届入伍，一别数年，原来已经再无相聚的可能。先知、军书、城有，军书城有先知，这点我们已经知道了，还收到了那位先知发来的匿名传讯。变异生物之前已经消失。先知，你的意思是，灾变进化前，军书城里的那位先知就已经消失了？消失了，明面上不存在了，被封锁消息了，战斗中失踪了，还是被以某种罪名秘密处决了？战场不上，先知太不清楚具体。先知不上战场，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三大城内只有一位先知，不知道，保密，结论，猜测，消失。你不知道有几位？军书城内有关先知消息也是保密的。你刚才说的是你自己的猜测，重要。行动、对部、部署、更写、参考。更重要的事情是三大城行动队的部署，你准备写下来给我们参考？是几年前的行动队习惯，可能不准，没关系。叮，恭喜您已获得日常奖励2000积分。教程客人今天搬家，收益整体降了一点，但提升了回收单价，净收益依旧可观。老板，您的晚餐来啦！在店里干了一天活，正是饥肠辘辘的时候，来上这么结实的一口，真是让人满足啊！浇头的口感格外清脆爽利，咬下去有种独特的辛香，味道带着些辣意，非常解腻。入口先是热烫滑润的触感，随即蟹的鲜味在口中漾开，豆腐口感相当好，几乎一抿即化，与汤汁融合的浑然一体。有了蟹肉、蟹黄，其他相关的美食也可以做了。吃完饭再增个面的种类。吃爽了，开始干活。最后再加点盐和白胡椒调味，炒匀，这就是所谓的秃黄鱼浇头了。蟹鲜浓略，蟹黄在舌面化成沙粒，面条弹韧，挂住了所有滋味。最后还泛出一丝姜的暖意和醋的酸，彻底化掉不多的腻感。想想你就学吧，这神仙美味绝了！唉，可惜今天太饱了，明天当早餐吧。今天晚上不打野，研究几种小吃，看能不能用机器取代关键步骤开新摊位窗。门店在扩建，摊位窗也要跟上。百丽看到有伪装成人的 S 级正在从起码10公里外的地点靠近，目标应该是子城，立刻通知乔维尔和莫里去会议室。是。昨天在店里待了一整天，菜从早做到晚，今天出门打个野吧。洞悉网境里，教城内只剩下了少部分白民，还有小部分西西弗斯黑民堆在一起。城外倒是很多白民在活动，他们这是在布置流沙陷阱。饺子馅儿，还有餐厅景观植物，用雷电的弹道吧。不会直接给我电熟了吧？还好，都是新鲜的。地面悬浮状态配合投射器使用，再也不用傻创莽追了。投射镜上的异兽眼球自动放大缩小，倍镜转换都不用切装备。升级后的5条弹道也没正儿八经的用过，正好，现在这种情况简直是练习准透的好机会啊！找找手感。
动了，这就是弹道2窒息功能。再试试弹道3绞杀功能，这脑袋还能在身体上移动，真是恶心。变异怪虽然有点恶心，但这种打法还挺爽。最好再找点升级材料，升级。部长，警戒线布置完毕。收到，我们没有后路可退，必须要把 S 级变异生物们拦在安全区以外，提前做应战准备。是。哇，好香的味道！快看，老板新开了个煎饼果子，是某种果子吗？好好吃，面饼软韧，薄脆热乎，蛋层嫩，酱料咸香，葱花香菜提味，跟我以前吃过的薄煎饼完全不一样。那里面有果子吗？什么果子？苹果吗？没有啊，果子指的是里面这个脆脆的东西吧？有可能哎。这就是那些执行官走里说的希望。越打越顺手，没想到回来都这个时间了。中华餐厅早就结束营业了。教城外发现一大片碧翠晶族，全拿了。走远了还遇到个人类城池遗址，城破年头不短，里面全是变异生物，旁边还有2片碧翠晶族，也都收了。中途系统还响了一次，说的好像是大王巨足虫解锁深海模拟生态园的前置条件，要收集其9种深海生物。刚才打的伟人是大王巨足虫 ，S 级伟人打着打着就开始撕破人皮，咦，半人半兽的，实在有碍观感。联盟4区西北方向几百公里外有海，下次去终极传送门里碰碰运气，那边 S 级画皮怪本来多，还有官方在打窝。除了大王巨足虫，还搞到一只 S 级变异利翅鹰王，正好一会儿升级一下投射器。老板，这是今天的营业日报。煎饼果子摊位销量不错，卖出去500多个，教程客人们搬过来第1天就挣上了钱，总体营业额上来了一截。官方今天买的都是抗霉菌、砍染、抗低温的菜品，力量暴击、防御护甲的也不少。明天官方有行动，猜猜2位大订单客人来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报告老板，伊夫格长官询问您在不在，我说不在哦。埃德加长官说没有问题，请转告林老板，今日我们俩也来问安了。然后就被伊夫格长官瞪了一眼。伊夫格长官说没什么事儿，让您忙您的就好。官方没有提出问题，还有心情打趣，应该能应付得来。报告老板，还有一件事，今天上午有一位坐着轮椅的客人来餐厅找过您，领班说您不在，他说感谢老板拯救迷失坏我。好，辛苦领班了。老板喝水吗？最近接触的人不多，说话有些卡顿，可能是终极传送门里那个贡献了丰厚的新客人，互利互惠吧。他搭了顺风车，我也多了养蜂蜂。我去3楼冲个澡换衣服，才帮我准备晚餐，晚上吃牛肉面和烤串，肉串素串每样来1串。好的，老板。才的表情包越来越丰富了，是全自动服务机器人之间还共享颜表情吗？还怪萌的。吃饱喝足了，去给装备升级一下，就当是60了。升级。S 级眼球果然不一样，居然能根据意念强行自动锁定目标，以后只要在射程范围内，没有时才能逃出投射器狙击了，爽！该上楼休息了，明儿得起个大早，早上处理店里的事，然后进终极传送门打野去。今日起禁止靠近教程传送门、黑紫色传送门，直到此条禁令解除，请勿离开安全区内围。一旦看到外围值守的守城官或警示标志，请立刻折返。出什么事儿了？听官方的就行，快走吧。
听见城口的广播没？出什么事了？感觉像是大事儿。官方检查的时候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你没发现？别担心，咱们执行员执政风格稳健，既然通知咱们在内围活动，说明官方有把握处理好。就是，当初南墙封了，官方在守，当时好多人猜这猜那，也没见便衣冲进来。哟，我以前可没少听你骂守城官，说不知道他们整天拿军饷干什么呢？人不管，安全区也不清理。以前是以前，那之前骂的人又不止我一个。灾变这么久了，有没有军饷都不一定了。咱们执行官大人是个好官。报告老板，这是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清单。今天再多备点薄脆面浆，煎饼果子摊位加量。好的，老板。越来越难了，他们现在盯得紧，一靠近值守点就被盯上，根本没法下手。原来的路线行不通了，被记下脸和名字，回头顺着线索就能找到人。我昨晚试成了2种，晚上起夜的时候放在灰色排房墙根底下，还有市值快散场的时候用布包好，混在杂物里丢下，都没被发现。拖去墓园祭拜的人带出去也行。昨天有7个人都成了，还有几个自己趁巡查换班的放了点。现在城里新来这么多教城人，人杂反而更不容易被盯上。要不要找几个教城的人打手？可以，但得挑知根知底的，钱别落到不相干们的人兜里。现在都开始打游击了，我们看上去有那么穷吗？这几天加起来已经这个数了。这还是退回去不少之后的数。最开始是放中塔墓园，现在趁着广场市集人多，到处都有人偷偷放。教城的人一来，巡查根本顾不来。心里嘴上发愁，民众绞尽脑汁避开巡查送钱，是信我们，也是想搭把手。可这笔钱拿在手里烫头，民众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来了，消息传过来了，先知已经锁定 S 级伟人的抵达时间，一波今天下午5点，一波明天早上7点。百丽看到的几种寻摸来的结果，我们已经按不同分支提前做了部署，但不能全靠先知。这里有个悖论，我们知道了未来就会改变行动，那原本的未来也就不存在了。那反过来了，是经由我们先知信息后再出我们一致单边技术，才会走向更好的那种可能。各位长官，能不能说点实在的？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江阳的意思是，高阶先知可以复续预知，看到原有可能，也看到预知本身带来的改变，反复推演，直到找到稳定的结果。等级提升后的先知确实能做到，但这不是让我们躺平的理由。该谨慎还是要谨慎，也就是说，先知内容可以做参考，但最终决策还是要按现场情况来，不能因为有预知就掉以轻心。正是这个意思，爱德法上校是怕大家太过依赖先知，忽略了现场的变数，反而逼出更坏的结果。说部署，教城的4支小队已经在子城东北2侧的安全区外围布好陷阱和预设战场，4支主力由江阳副总长带队指挥。真的不尝试让我也加入作战吗？不必了，本来胜算挺高的，没必要自寻烦恼。子城8支小队参与作战，每支队伍经过中级传送门3次以上，配合达到出战标准。一队城墙守卫组兵分2路，前往城外东北方向担任侍候。内围城墙守卫组由杰西负责，如遇紧急情况，负责带领城外民众回城内。后勤小队由我带领，负责救援、运送物资和预警杰克拉少尉校组从辅助。行动开始，我们在城内等你们凯旋。子城东侧 A 点、B 点、C 点、D 点已到位。子城北侧 A 点、B 点、C 点、D 点已到位。收到。所有小队已按计划抵达作战点，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位阁上校，收到请回复。怎么了？我试试私聊频道好不好使？战斗即将开始，上校少开点玩笑。别那么紧绷，最快也要5点开战，这2个小时你都要绷着，那不累死了？哎，我这是在战前帮你放松心情，你怎么不理我？行，聊点别的。上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 S 级变异生物会选定子城作为攻击目标？想过，会不会跟江明总长之前的窥探，以及我们进入中级传送门的举动有关？有可能。猜测要从2个前提延展：引路者和 S 级变异生物有没有关系？你是说，正好就在引路者来教城的前1-2天 ，S 级变异生物大规模袭击子城，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或者说，无论我们做什么，物潮来临后，教母怪的眼睛已经无处不在了。被发现可能跟我们的举动有关，也有可能跟教母怪的苏醒状态有关。没错，他们想要人类，就会找到子城来。现在教城的民众还都到子城来，2个筐里的鸡蛋都放在了1个篮子里。还有第2种情况，引路者和变异生物有关系。如果他们是某种共同意识，或者说都跟教母怪有关联呢？引路者是教母怪的后手，如果 S 级变异生物们没有成功，就由引路者来。
他们也发现了教城的传送门。不对，传送门另一端是中华餐厅。说不通，对吧？引路者出发前，教城民众还没有到子城。如果 S 级变异生物袭击子城，引路者带走教城的人类，这就合理了。但从这种情况来判断，依旧无法推断立场。两方既可以没有关系，也可以有关系。我有点没弄懂你想说什么。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在真正与引路者交前，先不要预设立场吗？对啊，我也没有给引路者定立场。这也可以？没脑懂正常，因为我也没想明白，你们把我当上帝了，开全知之眼了。你们这是什么表情？虽然不能预设立场，我们得提防这两者有关系的情况啊。预防就要预防最坏的情况。倘若引路者 S 级生物们的举动都是受教母怪指使，那他们有没有可能信息共享？怕就怕我们的作战方式会被共享给之后的引路者。莫里说过 ，S 级变异生物伪装人类的速度越来越快。艾德格上校已经有办法了。说不上什么办法，总体战术不用调整。我的想法是，如果引路者真的能从 S 级变异生物获取信息，我们可以借此反阴他们一波。而且，虽然你们都不太赞成，但实际上，我们应对引路者还有一张底牌。根本不用瞄，全部自动锁敌。S 级画皮怪根本来不及露出原名就被捆了，真爽啊！电击对 S 级作用不大，但无所谓，逃不脱静置作用。全都收了。已经快开到山脉附近了，接下来看看深海生物变成的伟人都去哪儿了。呜呼，起飞！北侧外围，敌人已出现，正靠近外围伏击线。报告，东侧外围，敌人已出现，正靠近外围伏击线。收到，全部小队戒备，5分钟内吃完增益食物。双 A 点队伍，放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准备动手。报告，北侧共84支敌人。报告，东侧共77支敌人。收到，所有小队回复备战状态。北 A 1队准备完毕，北 A 2队准备完毕，北 B 3队准完毕 ，T 4队准备完毕。北侧外围，敌人已出现，正靠近外围伏击线。执行官预料到了，己方人员右臂都带了红标。如果没有先知预警，多少值守军人会被迷惑。A 点行动。执行战场分割，阻断蔓延。部长，北侧 A 点位西侧10点钟方向漏掉2只。收到，1队去北西 A 点位把漏掉的包进来。B 点 C 点主力部队进场 ，D 点小队控场。以队伍为单位，将战场进行3角分割。如范围内敌人数量过多，需要支援立刻汇报。S 级变异生物群开始反击了。隐形的变异生物已出现，按计划执行。队内兵刃受伤，交给寻踪。北2去 X3 Y16，他在移动 ，X2 Y15，藏在变异生物身后。这是水生军所。咦，寄生虫也能变异了！偷袭生物已除，各队开始全力反击。不是，前面什么都没有啊，动性目镜 bug 了。我去，这只变异怪会隐身，管你透明还是隐形，在我的射程之内，什么都没用。我还是喜欢你隐身时候的样子，现在这样，属实是让人有点生理不适啊。这是水母？不是，这半人半怪也太恶心了。嚯，伪装不咋地，异能玩挺溜啊。不过洞悉目镜前都没用。再逛逛就往回走，天黑之前还能赶上晚饭。速战速决，
一会儿还要解决先知预言里棘手的包圆母树。在先知看到的画面中，对战 S 级的变异包圆母树采取了很多种攻击手段，无论是引爆和燃烧配合的方式，还是定身和冰刃配合的方式，亦或者是雷电力量等异能者直接靠实力击杀，人类方都损失惨重。S 级生物的军形爆开，产生的霉菌污染会瞬间在大范围内传开，霉菌会顺着物潮飘向更远的地方。现有的异能手段无法将这种孢子气体净化，直接后果就是子城内的民众会受到影响。即便有中华餐厅，但此次作战中，执行官制定的战略依旧要求要从源头上遏制这种可能的发生。报告长官，先知有了新的预言。先知这2天发动次数过于频繁，不是已经让他休息了吗？这变异怪还挺一根筋，都到这份上了，还舍不得那层人皮呢。用弹道3绞杀，搞定。让周围变低温的异能，这材料能不能加到投射器的新弹道上？以后要是遇到什么熔岩类的生物，用这种寒霜补网一定好使。嘿，今天是下不了班了啊！真的是最后一只了，这上天入地下海的，追得我都饿了。好家伙！装人的时候那么小一坨，回了海里倒挺能长，还挺聪明，知道断臂求生。但我要的是碧翠原晶，带着核心的残片，缩成芝麻大小，在洞悉目镜里也一览无余。丁，已收集到巨兽藻深海模拟生态园，前置条件进度5%，5种了，还差巨型水滴鱼、巨型黄瓣鱼、巨型哥布里鲨和巨型岩浆鳗鱼。今天一下找到2种。终极传送门果然比海里好使。满载而归，回店里。先知看到了新的未来，包圆母树自爆的后果已被规避，利用石化配合共振，改变母树内部结构，即可阻止自爆。收到。江阳水木石化共振，跟我去解决包圆母树，其余人留守，继续清理战场变异生物。定身，水木。石化完毕。东侧战场解决了，休整后可回主战场支援。收到。北侧、东侧战场共161支敌人，已全数歼灭。我方正面战场出战12支小队，共120人，全部幸存。受伤情况暂未统计，请求派后勤部队进场清点战利品，最好多来点人。哼，战利品有点多。161支 S 级。子城面临过的最大受潮，零伤亡。伊夫格上校，您这个执行官的履历上是不是该添一笔了？这是子城跟教城一起打的胜仗。对，是我们一起打的。怎么一直没听说城外有什么动静？但从值守守城官数量来看，危机还没结束。暗星那边也没人知道情况。守城官查房时只说放心，应该是一切顺利。万一受伤的刚好是切伊丽娜他们怎么办？不会，训练这么久了，莫里部长很厉害的，但莫里部长也会在终极传送门里受伤啊！天上的神明们啊，求你保佑他们平安。不对，最管用的还是林老板，但林老板管美食不管平安。
你们怎么成这样了？子成安全了，这些伤是小事儿，会好起来的。至少活着回来了，不是吗？等待看到雾潮中出现熟悉的身影，或许所有仍未睡去的人，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10年。长官，已看到作战部队回城，开城门。回城的这几队跟出城人数对不上，还有4成人没回来，难道都牺牲了？后面还有人吗？有。执行官大人他们还在中华餐厅那边，这次的战利品相当丰厚，还得清点一阵儿。辛苦几位，还得守一阵儿。这算哪门子的辛苦？本来就是职责所在，欢迎你们平安归来。莫里部长，你这受伤了怎么不早点说？刚才你们不是都忙着呢吗？而且我开战前吃了恢复速度的菜，都没怎么流血。这才是问题啊！伤口恢复快了，碎片还没清理出来。您知不知道什么叫伤口感染、局部空腔脓肿？还真别说，青草比受伤的时候还疼。算了，喝口甜豆腐脑压压惊。这么好喝的东西，林老板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可算到了。什么情况？这都半夜2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客人？物品对币箱那边的人最多，官方今天好像收获颇丰啊。200多块。我今天追了70多只 S 级，客人们自己弄了160多块，厉害啊！这收获都能和终极传送门里打窝那次相媲美了。车里这32箱，加上客人们抓的食材，肯定有新食材出现。等归置完食材，明天可以好好琢磨一下新品了。彩彩，来帮忙。来啦，老板。有些是店里存量不多的，正好补上。丁，您已触发临时任务，奇怪的客人是否领取临时任务？临时任务，上次接到还是在海里。奇怪的逃生艇任务说明里写的是跟你的任务没有太大关系，这次是或许跟经营任务有一定关系。系统说或许有关系，那基本上就是一定有关系。5次精选卡池抽奖机会，怎么也得给我出1次金卡了吧？奖励丰厚，没有不接的道理。莫里客人对吧？帮我跟你们长官带个话。好，没问题。您说，30个小时后会有一些奇怪的客人出现在餐厅设施附近，可能跟传送门有关，让长官们有个准备。明白，我一定一字不落带到。恭喜您已获得日常奖励2000积分。截至此刻，物潮任务的前3条，包括挑战任务的第4条已经全部完成了，就差第5条了。先是终极传送门里包围客人们的画皮怪，现在又有了奇怪的客人。影响第5条完成的因素，难道不止一个？奇怪的客人应该不同于迷失者，说是客人，那就代表不是变异生物。这个信息还是很有必要让官方知道的，免得到时候有客人被影响。今天净赚668040积分，收钱相增益后是78204.8积分。今天梁子城的官方的订单量也不小。走一步看一步吧，有些事情也急不得。看来客人们最近做的事情不是主线任务增长的关键，进度条几乎没怎么动。彩彩，帮我把3楼的笔记本取过来。最近这一趟趟的打野，仓库里放满储物箱的架子越来越多，一打眼看过去，真有个大仓库的样子了。店的规模越来越大，仓库里的食材储备越来越多，光靠脑子未必能记全。到现在还有很多之前打野得到的食材没用到呢。正好这次补充了一大堆，顺便好好规划一下这些天要做什么新菜。鸡头米软糯中带着韧，味道清甜，可以跟有鲜味的河鲜一起炒。白花豆这种食材豆香浓郁，起杀也快，可以在炖煮的时候加入。不行，新增的食材太多了，做不过来，根本做不过来。开个文档记录新菜灵感班吧。终于整完了，已经凌晨3点47分了，看来今天是没办法做菜了。睡前不宜吃太多，省得影响睡眠。吃份银耳羹，稍微让胃里不那么空，也别那么满就好。打野收拾仓库的时候没觉得，这一躺下来，瞬间感觉困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符符记好了，这里不能盖盖，让腥气散出去。毛肚一定要最后放，数15下直接起锅。
勺油温度略低，要泼在干辣椒上，这样干辣椒才能微焦不糊。第2勺的油温更高，浇在花椒上，麻味才能瞬间炸开，混着蒜末的香往下面渗。毛血旺出锅，可以，肉质回弹不错。要想酸菜鱼做的好吃，对鱼肉的处理得精细。鱼片抓匀后静置。这酸菜腌制的还挺不错，酸味不冲鼻，略带弹气。泡椒还没来得及腌，只能先花积分买一些了。酸味压得住，辣在喉头回，可以了。酸菜鱼出锅，烫且嫩，滑进嘴里几乎不用怎么咀嚼，就带着汤汁里的麻辣下了肚，毛肚很脆，火候恰到好处，舌尖都是麻的。鱼片极嫩，酸中带鲜，热气被舌尖吞掉，只留下清鲜。宽粉吸足酸汤，豆芽清脆，酸菜梗厚实，非常适合下饭。吃饭前泡上，到现在差不多1个半小时了，正好做酸菜猪肉饺子。酸菜饺子馅里相当重要的一步，必须要把酸菜浸泡足够时长，避免太咸，水也要尽可能挤干净，否则煮出来馅会稀。把酸菜碎炒香后晾凉，接下来调肉馅。酸菜很吸油，肉馅得选肥瘦比3:7或4:6的，太瘦口感会发干，肉馅顺着一个方向绕打上劲才能抱团，口感也会更嫩滑多汁。要想让酸菜肉馅饺子更香，还有一个秘诀，加少量猪油渣。彻底搅匀后静置半个小时入味。包饺子就不用我下手了，饺子店后厨有全套自动生产线。刚咬破饺子皮就是酸菜特有的浓郁酸香，口感是酸菜的爽脆颗粒感和紧实鲜嫩的肉馅。咀嚼过程中，肉汁混合酸菜汁水，满口鲜味。即使吃过了早饭，仍然想再吃几个。辣椒油香味重，辣味小，和酸菜饺子简直是绝配。把酸菜猪肉饺子也加在饺子馆的菜单上吧。饺子馆出新饺子了。酸菜是什么菜？奇怪，今天怎么连蓝城传送门也不让进了？请退回警戒线外。禁令解除前，所有民众请在子城安全区范围内活动，随时听通知。合着现在就子城最安全了呗？那你去东边水塘里捞鱼呗，东墙今天应该让出了。那河钓和海钓不一样，需要准备的东西也不一样啊。啊，捞鱼还有这么多讲究？且不说被腐蚀的鱼，变异怪们现在不都是随便捞吗？不一样，我1-2句跟你说不明白。还不是往城东走了？这群钓鱼佬真奇怪。这门面里的装饰真好看，风格和联盟时期不同，但热闹程度跟咱们教程灾变前的感觉很像。别的先不说，中华餐厅主店里的味道是真香啊！以前钱少不敢进来，现在攒下钱来了，今天可得好好吃一顿。林老板真是厉害，前2天刚出煎饼锅子，今天又上了这么多新菜。有一股清而淡的河鲜味。这豆子内里软糯，虾仁很是弹牙，牙齿一碰，虾肉的鲜汁渗了出来，整道菜是那种很收敛的鲜味，咽下去后还有回甘。虽然40成币一份有点肉疼，但这虾放的足量，个头大还新鲜，味道完全值这个价格，而且增益也不错，既能补充体力，又能提升反应速度。遇见变异生物了，还能多赚一笔。
咸鲜味中带着白花豆本身的甜，咽下去喉咙润，口中稍稍黏。这黄瓜酱菜清脆爽口，简直是吃肉良配。这色泽简直完美，添加进主店的菜单里。清甜味伴随着鸭汤的醇厚进入口腔，鸭皮弹糯，肉很有嚼劲，越嚼越香，汤汁稠亮，咸中带着瓜果回甘，又一道适合拌饭的菜。彩彩，帮我把新出锅的菜和汤端到主店桌上，再拿一份大米饭。好的，老板。早上毛血腰和酸菜鱼、酸菜猪肉饺子，中午鸡头米炒河虾仁和白花豆炖猪蹄，下午竹荪干贝丝瓜汤和佛手瓜焖番鸭。今天几乎就没出过厨房，暂时不加上菜单。松花蛋产量还不够，先自己享用吧。打扰了林老板，冒昧问一下，明天早上您会去招待奇怪的客人吗？不好说，两位长官是有什么计划吗？看来奇怪的客人可能要从教城那边来。您说明早8点半会有奇怪的客人到访，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明天3大城行动队的人会来，这两者很可能是同一拨人。行动队这次来的目的是带教城民众前往3大城，结合现有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是祸非福，所以我们想要尽力留下行动队的人，且做好了他们不是正常人类的准备。就是不知道您打算对这些所谓的奇怪的客人做什么，是要带走还是就地清理掉？如果明天的客人能在白光的作用下变成正常客人，那乐见其成，反之就自求多福吧。不能让不稳定因素影响中华餐厅的正常营业。看情况吧，官方要是有方案，按照计划执行即可，不用顾及我是否在场。明白，那明早我们就给您留个最佳观赏位，来不来由您。好，那就不打扰您用餐了。净赚547660积分，收钱箱增益后613374.72积分。老板，这是今天的餐厅日报。官方今天买的碧翠园精粉烤土豆少了很多，2成加起来就22个。桂花蒸米糕倒要了不少，官方的睡眠质量都不太好。入口是丝瓜的清气，干贝的鲜沉在底下，很轻也很润，味道不错啊！这么好吃的饭菜在眼前，怎么能分心呢？干饭要紧。前2天忙得很，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几个小时，今天还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今晚早点睡吧，不干别的了。彩彩，明天早上7点半叫我起床。好的，老板。各小队今晚就在教城内扎营，半小时后下发晚餐。食用桂花蒸米糕后，尽快洗漱入睡，每人都要休息好，应对明早的战斗。明白。我看到了银色流线型的头盔。老板，起床啦！套装有一定厚度，早上凉，皮夹克正好。彩彩，早餐。来了，老板。沙沙的，抿一下就化开了，咸香油润，非常适合就着大米粥吃，品质很不错。彩彩，给我准备点零食水果。领班彩彩，保证完成任务。子城的异能者越来越厉害了，钟声能在异能作用下传这么远，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这些守城官看到我，似乎神色放松了不少？嚯，官方今天这装扮，乍一看根本辨不出来谁是谁。林老板，请跟我来。好的。城外官方布置了不少陷阱，还是悬浮着开稳妥。异能，是置换。洞悉目镜里假象和真实叠加，像开了2个土层。教城我来过很多次，不记得有这层风誓岩，
这片风蚀岩是刚打造出来的，经过伪装。艾德贝上校说，这里就是最佳观赏位。先知看到三大城行动队会从北侧过来，所以给您留了西南角的位置。8点半行动准时开始。您有什么要求可以跟这2名军人提，他们带着内部通话的耳机，会将您的要求转达给直分官。您可以用这个观看风蚀山川内的场景。不用了，我有能看到的办法，谢谢。静置立场投射器本身就有望远艇功能。不用谢，不客气。抱歉，林老板，我还有别的任务。没事儿，去忙你的就好。好，那我先离开了。离教城够远，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我，还真能观战一阵。报告，已带林老板到达指定地点。收到。报告，北哨1组捕捉到车队的踪影。据观测速度，车队预计将会在7分钟内到达风蚀山川外围。放车队进来，所有组备进入战备状态。报告，车都是封闭的，没有车窗，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车厢侧面的蜂窝状的通风格栅，偶尔闪过蓝光，不知道是异能还是某种设备。在原车后方由3辆武装护卫车压尾。不能慌，执行官已经交代过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了。如果车队停下来，不要慌张，静待在原地，直到车队有动作。如果车队继续走，执行计划 A； 如果车队中有人下车，执行计划 B； 如果对方直接开火，执行计划 C。童话中3个字是绿色，前面的人名是白色发绿，看上去就像是被后面的字染色了一样。同一个名字里居然有2种颜色。汁水很足，凉但不冰，带着雪梨本身的清甜，没什么渣，一嚼全化成了清甜的汁水，好吃。再来一口。哟，这车有自动导航吗？这么精准地停在了艾德加长官的白名前。动作过于整齐了，连作战服随着步态产生的细微褶皱也是高度同步的。要做到这种程度，除非是机器人。物潮在区别对待，编程所有人在雾中时，灰绿色物潮颗粒都是黏腻的贴在身上的。这是林克少将和单里戴维德中将，毫无意外，2位的眼睛都是绿色的，都是异能者。艾德加上校，军书城指挥中心要求将所有教城民众带往3大城，行动队已抵达教城，请集合民众上车。明白，各位长官远道而来，辛苦辛苦。我已经让人召集民众了，2位要不要带着队伍先进教城喝口水？指挥中心强调任务时间紧迫，请立刻召集民众。2位长官也知道，前一阵教城遭到了袭击，民众们害怕的连居住区都不敢出，总得给民众一些时间接受吧。城内没有非异能者存在，这话从哪里说起啊？上校，你也是异能者。我能问一下，2位是怎么知道的吗？从3大城车队会靠近起，一直让我感到不适。从先知的预言中得知，伪装失败是必然的，但艾德上校没有按照计划来，他在干什么？不知道。各队先别动。伪装失败，开战是必然的。2城战术本来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但现在这位教城执行官开始自由发挥了，计划里可没有刨根问底这一环。我们能够感受到非异变者和异变者的气息，察觉到他人与我们的不同。林杰少将的能力不是烟化吗？我们是什么？他人又代表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等你们到达3大城，你们也会成为我们。不对，从前听人说，林兆少校是个很爽朗又爱笑的人，甚至被人诟病性子太软。可眼前的林克就像换了一个人。那已经牺牲的同胞怎么办？若是从前的林克少校，应该会眼神哀伤地说：“节哀，未来会好起来的。”必要的牺牲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人类的意志将会通过这条道路得以延续。这还是人类吗？是更完整，也更永恒的人类，有异能的编动、警惕或者反抗。艾德加上校，你未遵守编程规则，如实回复军书城传讯，本该按罪论处。但现在有优先度更高的指令，
无论这里存在多少异变者，请立刻尽数召集到此，进入在原车，回归三大城。你们先去边上等我。你们也去一边等我。你们还是没说明白把人带走要做什么，嘴上说自己还是人类，可你们能不能解释为什么你们完全不受物潮影响？接受改造，成为我们，淬气就不再是人类的敌人。果然，三大城造出来的引路者已经不是人了，是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动手！不是，埃德加上校又干什么呢？他不是说一定要听到完整的行动口令再开始吗？我们现在要动吗？不，再等等看。埃德加上校现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抱歉，我们执行官是这样的。请各位保持频道清洁。埃德加上校，这是什么意思？哼，没什么意思，是让我的人动手把报告给我。在这种微妙的对峙里，就算再训练有素的军人，也会产生微表情变化。但面前这两人完全没有变化。这是教城现存的民众名单，一共472人，已经集合好了，都在教城南侧。埃德加上校说的没错，大量人类聚集在南侧。理解一下哈，你们都是开着车来的，再开到南侧城门也不远，咱让胆小的民众们少走点路。埃德加上校，你们也为我们布下了陷阱。果然，引路者和变异生物之间信息互通。温妮的预言没错，同样的陷阱对引路者不起作用。也，这个也字从何说起啊？据我所知，教城只给变异生物布置过陷阱。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变异生物看到的画面。子城外也有异变者存在，艾德上校需要配合我们，让子城的民众也跟随我们撤离。子城通讯锚点消失，民众却仍然幸存。且在 S 级变异生物集结人类时出现了大量异能者。此刻教城中也存在数量不小的异变者，两城的人类觉醒方式类似，气味相同，必然有联系。你们身上的味道和正常觉醒不同，是因为什么？啊？我不知道啊。这个雾一来，教城人就都觉醒了。子城那边我也头一回听说。还有，你们现在跟变异生物成一伙的了？成为我们后，所有意识都将共享，这是共同的进化。奥比塔星终将会合为一体，不要接受其他能量来源。加入我们才是唯一的进化归宿。我听不懂你们说的什么能量不能量，但我听出来两位长官想要的是人，你们应该也能察觉是人都在哪儿，就看你们要不要来。愿者上钩，但能不能顺利离开，就不是这群引路者能决定的了。这都聊了多久了？投射器没有窃听能力，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从这两个预备客人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无论说什么都是同一副表情。就像面瘫，不，更像是机器人。动手了。艾德加被推进车前，还转头吐了吐舌头，有点挑衅。没谈拢。官方两位长官特意去餐厅问我的态度，不可能纯让艾德加长官去挑衅这些奇怪的客人。官方应该还有别的计划。粗鲁，这群引路者没有想象中那么傻，知道我话里有问题，就先把看到的人类都弄上车了。三大城下血本了，这车上的物资共60人，10天1天3顿都绰绰有余，但越看越像被圈养了。水食物充足，温度适宜，像温水煮青蛙，等熟透了，人也不再是人了。报告，车队靠近3组点位，到达教城西侧城门11点钟方向3公里外。报告，车队靠近主力1队点位，到达教城西侧城门外1公里位置。报告，车队已在教城西侧城门8点钟方向1公里左右停下，位置卡点在误差范围内。温妮看到的未来画面里，车队过了西侧城门走不了多远，就必然会停下。在多次可能性中，林克都表达了原因，有不明危险域的气息。从探测范围推测，可能是中华餐厅的传送门，也可能是来观赏的林老板。各小队就位。所有小队注意，结交2.0计划开始行动。当初子城到教城来劫人时，结交这个活动代号起得好啊！同样的经历总不能让我一个人体验吧？报告，置换任务已完成。收到，麻痹和入梦上。哦吼，先是幻境，跟传送门伪装一样，然后穿着编程防护服的异变者配合牵制，银色异变者被暂时压制了。带队的是莫里，开始混战了，动作比在终极传送门里的时候利落多了吗？配合转移交替掩护，一看就是练过了。银色制服的实力也不俗，有人被伤到了，
这些守城官比之前更强了，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实打实的。三大城行动队不同于 S 级变异生物群，他们不只被异化，还保留了人类的配合和应变能力，要难对付得多。好强！这名引路者体内的能量远超于我。报告，加速已被控制。预警，引路者周围已被控制，4位重点目标都已控制，对方仍在反抗，异能强度极高。林克已控制，确认昏迷。1号目标已撤离，2号已撤离，4号已撤离，敌人的控制网被炸开了。敌对区敌人和反转敌，有不明护甲防御手段。他们完全不用交流就动了。3人前突，5人居中，8人包抄，这是3环阵型。执行计划 C2。9队10队进场，配合1队至8队撤出。无序。报告，透明异能扭曲，一发动就让敌隐形了。报告，敌人爆炸异能偏危害化，触手控制为无差别攻击。嘿嘿，爽了！报告，巨力错位到了埃德的上校身体里，他正在到处攻击敌人，已经砸晕俩了。上校没砸几个人就被黑色触手缠住了。这种小事就不用报告了，没事儿，我一拔就掉了。无训再延长5分钟。收到，场内特派队听令，无需再持续5分钟。除异能过于紊乱者，全力配合埃德加上校。报告，林老板离开了观赏点，开着车飞出去了，东北向。东北向，林老板是冲着转移小队去的。原来的世界是和平时代，华国国力强盛，年轻一代都是在安全的环境下长起来的。不说贫富，至少不用终日枕戈待旦，一睁眼就准备面临不是人的变异生物。祖国内这个年纪的人们在干什么？可能在上大学，琢磨着今天早8能不能翘课，或者刚毕业为了拿 offer 苦恼。如果这个星球上灾卷没来，这些青年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烦恼？林老板，是我们的情况不好吗？没有，让我看看。嚯，这艾德加长官一拳一个啊！丁，你已触发关键隐藏任务，收集神秘食材3，请尝试收集吧。奇怪，怎么突然出任务了？带着白绿色，带着童话中后缀的名字，再随着一队白名靠近。不管了，神秘食材的任务出现了，当然得去看看。报告，林老板离开了观赏点，开着车飞出去了，东北向。他们看样子是要去中华餐厅，客人是准备利用传送门给餐厅送菜，不用麻烦了，车周白光有一样的效果。雾太浓了，动作快点儿！是林老板，林老板来了！这些天的车术没白练，精准的停在了客人们面前，又没有撞到客人。丁，你已完成关键隐藏任务，收集神秘食材3，奖励3次精选卡池抽奖机会。不愧是神秘食材3，这奖励也太豪华了。丁，精选卡池奖品已扩展，隐藏卡池现已为您开启。不是，搞什么？之前那么多抽的全是阉割版的池子，系统不会没来由的这么设置？难道收集完3种神秘食材之后，卡池里的某些奖品才能对它有用？不想了，先去看看新食材。金色是系统能量，绿色是灾变源头能量。碧翠核种经过改造后几乎没有绿色残留，说明它是更核心的部分。之前不知道奇怪的客人能带来神秘食材，客人们又有自己的计划。眼下双方都打起来了，那位艾德加长官应该也问完了想要的情报，那我就不客气了。
林老板的飞车已经开进作战区了。艾德加上校，收回你的能力。我知道，林老板已经进来了。看到林老板的车了，一名引路者倒下了。又引路者倒下了。林老板有没有受到无序影响？报告，没有发现。哼，开什么玩笑？咱们的异能都是中华餐厅来的，林老板能把异能带给我们，怎么可能反过来受影响？报告，战场内的引路者有异动，数名引路者向林老板反方向运动，准备往车内跑，别让他们进去。所有小队进场，配合林老板。想跑，跑得了吗？客人们这是在帮我抓食材呢，那我不客气了。一队牵制完毕，林老板已开车经过。4队牵制完毕。临时任务没有完成吗？得让这些客人们去餐厅就餐才行。等这些客人醒了，让他们去餐厅就餐。放心吧，林老板。这就结束了。各队汇报情况：一队全员安全，无重伤；2队全员安全，2人轻伤；3队全员安全，1人轻伤；4队全员安全。收到，各队原地待命，清理战场。行了，别傻站着了，把人都运回去。下手真够狠的。上校，你流了不少血。死不了，中华餐厅的菜一吃就补回来了。银色作战服，行动队的人，编程这么快就把人拿下了。战斗结束，怎么这样？林老板直接净化了所有引路者，伤亡比预计少近90%。引路者都……林老板主动出手的，我们可没有主动请求林老板啊，是林老板自己有安排，临走的时候还专门找我交代了任务呢。去餐厅就餐？对呀，林老板亲自交代我的。长官们，准备上检测设备了。单敏、中将、林克、少将，有什么特殊的？他们坚决反对引路者推进的派系，坚决反对引路者计划推进的派系成员，却作为引路者行动队的指挥者来到了教城。军书城内部应该也发生过没有硝烟的战争，能推断出苏醒时间吗？理论上可以，需要多久？不确定。他们刚从引路者状态被净化回来，身体需要时间适应。等数据稳定了再看。当初我也是这样，有一样的部分，也有不一样的部分。你是迷失者，他们是引路者。少校，你当初可没那么体面，你是被林老板直接送到执行任务的译者小队面前了。那我怎么好还不好意思？你脸红个屁！林老板把你绑车顶带回来的。在林老板眼里，人类都一样，神使对个体一视同仁。那我唯一坐过灵神车的人，你前面还有莫里、申正清、凌然和霍尔。艾德加上校，你那套渗透法也用到紫城来了？没有啊，偶尔听手底下人闲聊知道的。2人身体指标正常，大脑反应稍弱，但正在回升。没有意外的话，4到5小时后苏醒。那就不用共议了，等人醒了直接问。如果他们不配合呢？他们已经是普通人了，带他们见识过中华餐厅，有什么理由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这2位曾经是反对引路者的派系，如果他们不配合，我们再用异能，先礼后兵。丁，你已完成临时任务。奇怪的客人，你已获得5次精选卡屏抽奖机会。完成了。这是怎么个判定标准？是其他客人们把被白光扫过的银色客人们带到餐厅范围内就算吗？11连抽，到手了。先把食材安排好，上楼沐浴抽奖。先试试能不能磨。研磨碧翠精醋时，一开始香料研磨机也无法研磨。给出的提示是研磨此时才需升级，但这回直接提示无法研磨。
就说明碧翠核种得用别的方式烹饪，用别的机器吗？果然没用吗？没有跟何种对口的机器啊！买台开干果机试试。开干果机也没用。老板，请喝水。老板不开心吗？不开心的时候，可以试试多想想别的事，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啦。全自动服务机器人的情绪价值给的就是足，居然还有情绪开解小贴士，就是说话风格太 AI 了。等等，得到碧翠核种的同时，系统还用各种方式给了精选卡池完整版里的11连抽，说不定研磨碧翠核种的工具能从池子里抽出来。等不及沐浴更衣了，将就一下吧。该说不说，这更像游戏里的氪金抽奖页面了。先10连抽，再来单抽。系统，你最好会做事一点，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玩爆率固定物品随机那套，就没意思了哈。不是，别搞啊！这10连抽要真是这个含金量，以后可不管临时任务了啊。这还差不多，行吧，银卡算是不攻不破，出金了。等等，连出2张金色，那我原谅开头的3张黑铁色了。高等能量核心研磨机，8成对应碧翠核种，还剩最后一抽，先抽完。3黑铁，4银，2紫2金，不错嘛。手里10个新机器人没启用，可以想想新店做什么了。彩好萌啊，居然还是动态的，就让这张照片成为书房墙上的第1张动态照片吧。先把研磨机调出来试试。个头不大，看着挺精致。24小时，等吧。先去看看我的高级传送门，以萃取的高维能量源为核心，辅以其运行中自然凝聚的能量精粹雕琢门框。门扉表面流淌着肉眼可见的银色波纹，可以连通2个地点，让您的餐厅拥有新地区的顾客，无需等待，无冷却时间，链接瞬间完成。前置条件，我就知道，以这颗星球的发展态势，系统不可能让它这么快就直接杀到灾变源头眼前。不过完成系列任务的时候还得了2张免费卡，再建终极传送门，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2对新的终极传送门到手了，先把终极传送门找地方放了，好完成高级传送门开启的前置条件。先放置1对，中华餐厅这边的一端放在已经开启的终极传送门旁边，另外一端选这个离人类防线的绿点们最近的灰点。是否要将终极传送门中的一个放置在这里？是。上次选择了一个离黑暗区域中高级污染区最近的灰点，按照推测，黑色区域内的高级污染区应该跟灾变源头有关。这次选择的灰点则离官方所谓的蛇3大城较近，新灰点离防线血点离高级污染区的距离近很多，也在人类防线以外。迷失者应该不算做客人，人类防线上的这些绿点很有可能代表了很多童话中的个人，那可都是实材。虽然传送门目前无法直接开到绿点里头，但现在有定点回程魔棒了，可以开着飞车过去试试。要是真有大片神秘食材3，那就太值了。开始选下一对传送门的放置地点吧。既然终极传送门是高级传送门的开启条件，那就一口气全都放够。目前2对终极传送门，一个是离人类防线外高级污染区最近的灰点，一个是离人类防线绿点所在的高级污染区最近的灰点。第3对终极传送门，找个地貌特别容易出产不同食材的地方，扩充一下餐厅目前的食材种类吧。先把其中一端在中华餐厅这边放置好。3对终极传送门排站。不是，怎么终极传送门不能同时放？每对传送门还有独立的链接时间，不能并行。传送门难道是串联建造机制？唉，准备一口气冲到高级污染区的计划告吹了，起码得再等48小时。
一颗碧翠核种磨完要24小时，等2对新终极传送门链接完毕要48小时。现在是上午12点半，到午饭时间了。算了，先干饭吧。吃完饭，下午筹划一下新店。辣味屋府里腌制好的火腿、腊肉，其实也可以开始做主店的新菜了。还有果味啤酒也能安排了。越想活越多，预备菜单上还有好多东西都能做。采采，点菜。在新终极传送门链接的这24个小时里，好好大干一场吧。以3层的主店为中心，东侧和西侧各5个门点。东侧从东到西为火锅、长安汤馍馆、清蒸海鲜、烧烤、麻辣烫串串；西侧从西到东为面店饮品、饺子馆、果木烤鸭、粉店、面馆。主店两边是对称的，按手里的机器人算，再开3个新门店，又不对称了。算了，不对称就不对称，门店肯定是一直在增加的。以前人们着急出城工作换城币，吃饭讲究快和高效，现在人们手里的钱充足了，也有时间好好吃顿饭了。是时候把火锅端上来了。4人桌是火锅店主力，2人桌靠墙不挡主通道，4人桌居中密集瀑布提升平效，6人桌两端拉通动线避免拥堵。这种大小的门点，两侧快流动，中间高产出。调料台放这儿，各个方向的客人取料方便，还能避开出口和服务机器人的上餐通道，防止塞车。后厨也就位了，硬件布置完毕，火锅店初具雏形，食材品质要新鲜，锅底的味道是灵魂。系统商城里倒是有锅底卖，但最好是现做。当初没多少积分和食材，做麻辣烫用了底料包，麻辣烫串串算快餐，追求标准化。火锅更偏精品线，牛油锅、番茄锅、菌汤锅，每种风味不同，涮出来的食牌除了本味，还裹着浓烈的锅底汤汁。叫玲玲吧，做底料的厨师机器人是火锅的灵魂。这个就叫达达，不管客人点了多少种食材，都要及时送到桌上，使命必达。现磨的香料粉香气更足，炸到金黄就捞出，让香味留在油里。炒到翻沙，油色红亮，辣椒成沙粒感，这是整个炒制环节里最累也最关键的。关火，用余温把香味激出来。正好，不过咸也不过辣。命名为香辣牛油锅底，麻辣和香辣两种锅底的区别就在香料和辣椒的选择。这个命名为麻辣牛油锅底。两种牛油锅底都是辣的，再做几种不辣的，也得让吃不了辣的客人尝尝火锅。番茄锅底要浓郁挂壁，不能做成清汤寡水。中火炒到番茄完全软烂出沙，酱料工坊出的纯番茄酱，浓度高，是番茄锅底的灵魂。番茄的酸甜味出来了，大火烧开，转中小火熬15分钟，加盐和糖中和酸味。柠檬汁提亮风味，番茄锅底成了。菌菇锅底讲一个鲜字，干菌提前温水泡发半小时，泡菌水是鲜味来源，沉淀后取上层青叶，炒到表面微黄有锅气，再倒泡菌水，调味只加盐，居本身够鲜，不靠鸡精味精，不加八角桂皮压味，干菌提供醇厚，鲜菌提供清鲜，配在一起味道更完整，够鲜够味。涮肉之前可以先喝一碗解馋。几种最重要的锅底做完了，火锅店菜单做成每桌1份。小料台跟麻辣烫串串不一样，部分佐料要换，再挂几种经典调法让客人参考。剩下的选菜做菜单不急，玲玲锅底还没炒完，火锅店要开也得明天了，都等晚上吃饭再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明确引路者的立场了，是敌非友。引路者的真实身份基本已经出来了，虽然仍以人类自居，但屁股已经歪到酵母怪那边去了。3大城的立场也不用我们推测了，造出来这样一群不人不怪的东西，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和酵母怪一起永生了。艾德哥上校，我不认为3大城是在明知道后果的情况下还选择成为灾变源头的傀儡的。
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注意你的措辞。有什么区别？被逼无奈还是心甘情愿，结果都一样。三大城里那堆引路者已经的的确确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伊夫格上校，三大城有苦衷，你有苦衷，我有苦衷，牺牲的基普林上校、温林上校也有苦衷。都活到今天了，谁没有苦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明确自己的立场。你尝试跟你的敌人共情的时候，就已经颠覆了你的是非观。埃德加上校，你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强调立场吧？在这次作战中，你发现了什么？少校，你也猜到了吧？刚才从教程回来的时候，我听到你给部下的命令不是休整，而是继续按训练。跟引路者对话的内容看，我们可以得知引路者可以跟变异生物意识共通。那得知这消息的不只是我们，可能还有三大城。现在三大城需要不择手段获得人类。得知引路者和 S 级兽族都失利后，对方可能会用更激烈的手段进攻。10天。行动队到达教城用了10天，因为开着运输民众的车队，用直升飞机支援时间不会超过2天。我们现在依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听安托瓦特少校的，前往三大城，还是听那位匿名先知的，留存希望。留给我们决定的时间不到2天，这有什么可选的？藏？往哪里藏？整颗星球都是物巢的覆盖区，至于中餐厅，就更不是我们能藏起来的东西。未必，既然这位匿名先知说了藏起金光，留存希望，那么在某种可能性中，我们完成了这件事。怎么完成？等等中华餐厅的消息吧。你们有没有想过，林老板为什么观战着，突然冲进了战场？因为有食材。必退原精粉烤土豆是什么时候推出的？第一次见到 S 级变异生物的时候 ，S 级核心经它转化能提升异变者上限，逆减迷失者的异化侵蚀。那引路者身体里的更接近灾变本源的东西。我们不妨等一等餐厅那边的消息，有可能新出的食物能帮我们隐藏自己，也能帮我们进攻，这才符合2位先知给我们的不同建议。一颗碧翠核种完全磨完要24小时，这才多久就有液体了？这东西好像无视液体多少，效果统一，包括异能觉醒。吃下去不仅不会再被同化，连异能都会消失。对于那些不想战斗的人，对于害怕迷失的异变者，对于被净化后想彻底告别过去的引路者来说，这道菜是个新选择。